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太平公主。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最具魅力的时代之一。它不仅有着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繁荣璀璨的文化艺术，更有一个令后世史学家惊叹的独特现象，那就是女性政治权力的空前觉醒与高涨。当我们提到大唐的权力女性，所有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名字必然是千古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然而，在武则天光芒万丈的背后，在大唐王朝权力交替的血雨腥风中，还有一位女性，她曾站在帝国权力的绝对巅峰，她距离那张95之尊的龙椅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她的大半生都在权力的漩涡中翻滚，经历了3次改变大唐国运的流血政变，最终却在与千古明君唐玄宗李隆基的生死博弈中黯然陨落。她就是大唐镇国太平公主。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这位差一点成为第2位女皇的传奇女性，去看看大唐女性政治权力那最为绚烂也最为惨烈的绝唱。第一部分，生而尊贵的盛唐明珠。太平公主本名并没有在正史中留下明确的记载，有人推测她可能叫李令月，但这也只是后人的考证。她出生于唐高宗时期，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最小的女儿。在太平公主出生之前，武则天曾有过一个长女，也就是后来在历史上引发无数争议的安定思公主，那个在襁褓中便夭折，被武则天用来打击王皇后的政治牺牲品。或许是对长女夭折的补偿心理，或许是太平公主天生就带着一种讨人喜欢的特质，唐高宗和武则天对这个小女儿倾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溺爱。史书上记载，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仪。在以微胖为美的唐代，太平公主不仅体态丰满，而且长着方额头、宽下巴。这种长相在相术中被称为极贵之相。更重要的是，武则天看着这个女儿，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武则天曾多次对身边人说，太平公主累我，不仅是长相像我，性格、行事作风也像我。这短短的2个字累我，奠定了太平公主一生悲剧与辉煌的基调。在少女时代，太平公主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她不需要像她的哥哥们那样，每天生活在母亲权力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她的哥哥李弘、李贤为了太子的位置，为了大唐的皇权，与亲生母亲武则天展开了残酷的斗争，最终非死即废。而太平公主因为女性的身份，在那个阶段反而成为了权力的安全岛。她享受着帝国最顶级的供养，经常穿着武将的服饰在父母面前跳舞。高宗和武则天看着这个穿着男装英姿飒爽的女儿，总是开怀大笑，问她，你一个女孩家又不能做武官，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太平公主的第一次人生转折起因于一场和亲危机。当时吐蕃派遣使者来到长安，点名要求迎娶大唐的太平公主。武则天怎么可能舍得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送到苦寒的青藏高原？为了名正言顺地拒绝吐蕃的求婚，武则天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她下令修建了宏伟的太平观，让公主出家做了道士，道号太平。这也就是太平公主名号的由来。当然，这种出家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太平公主依然住在深宫之中，享受着荣华富贵。第2部分，初恋的粉碎与权力的启蒙。女大当婚，到了出阁的年纪，太平公主向父母表达了恨嫁的心意。唐高宗和武则天为她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薛绍。薛绍出身河东薛氏，是唐中宗李显的表兄弟，高宗的亲外甥，无论是家世还是样貌，都堪称大唐顶级的驸马人选。公元681年，太平公主与薛绍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场婚礼的奢华程度，在唐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让婚车能够顺利通过长安城的万年线管，朝廷甚至下令拆毁了线管的围墙。沿途的火把将长安城的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路边的树木甚至因为火把的烘烤而枯萎。当时的太平公主沉浸在作为一个女人的极致幸福之中。婚后，她与薛绍感情极其深厚，7年的时间里，她为薛绍生下了2个儿子和2个女儿。这个时候的太平公主安分守己，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政治的野心，他只想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然而，在那个皇权交替、权力洗牌的巨变时代，个人的幸福就像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开始一步步向着那个前无古人的女皇宝座迈进。为了扫清登基的障碍，武则天开始残酷清洗李唐宗室和反对派大臣。公元688年，李唐宗室诸王发起了反对武则天称帝的兵变，史称越王李真之乱。这场叛乱很快被武则天血腥镇压。而在清算的过程中，薛绍的大哥薛乙因为参与了谋反，被满门抄斩。作为薛乙的弟弟，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被牵连入狱。这个时候，太平公主最小的女儿才刚刚满月，她抱着婴儿跪在母亲武则天的寝宫外，苦苦哀求母亲放过自己的丈夫。她甚至表示愿意放弃公主的身份，只求一家人能够团聚。但是在最高权力面前，亲情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武则天不仅是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即将登基的冷酷政治家。为了斩草除根，为了树立绝对的权威，武则天拒绝了女儿的哀求。最终，薛绍被活活饿死在狱中。薛绍的死是太平公主一生的分水岭。那个天真烂漫、渴望爱情与家庭的李令月，在薛绍死于非命的那一刻就已经跟着死去了。从那一刻起，太平公主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在皇家的生存法则里，没有温情，没有退让，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能够保全自己、主宰命运的武器。为了安抚失去丈夫的女儿，也为了进一步巩固武家与李家的政治联姻，武则天很快为太平公主安排了第二次婚姻，对象是武则天的堂侄武攸暨。武攸暨当时已经有了妻子，为了给太平公主腾出正妻的位置，武则天竟然下令暗杀了武攸暨的原配夫人。就这样，踩着另一个女人的鲜血，太平公主带着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嫁入了武家。第三部分，乾隆在渊，黑暗中的蛰伏。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巨变后，太平公主的心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不再是那个只关心琴棋书画的深闺公主，她开始疯狂地敛财，广置田产，并在府中圈养大量的面首，也就是男宠。在当时人的眼中，太平公主变得放荡不羁，生活奢靡。但这实际上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色，也是她对那个冷酷无情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扭曲的反抗。更重要的是，太平公主开始暗中介入政治。武则天称帝后，建立了武周政权。在武周时期，武则天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继承人问题。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李显、李旦，让天下重新回到李家，还是传位给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让武周政权延续下去？在这场李武两家的生死博弈中，太平公主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既是李家的女儿，又是武家的儿媳，这种双重身份让她在两派之间左右逢源。武则天晚年虽然权力依然稳固，但也逐渐感到精力不济。她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太平公主讨论国家大事。史书上说，太平公主多权略，她极具政治天赋，看问题一针见血，处理政务果断决绝。武则天常常惊叹于女儿的政治才华，更加确信她累我。但是太平公主非常聪明，在武则天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低调。她深知母亲的猜忌心有多重，任何试图染指最高权力的行为，哪怕是亲生骨肉，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太平公主在武周时期虽然暗中积蓄力量，结交朝臣，但在表面上，她永远是那个只关心享乐，不问朝政的乖女儿。第四部分，神龙政变，初露锋芒。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居住在迎仙宫，朝政大权落入了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手中。二张兄弟飞扬跋扈，不仅排挤朝臣，甚至开始干预皇位继承，引起了满朝文武和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大唐的命运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当时的宰相张柬之等人决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迫武则天退位，迎立太子李显复辟。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龙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史书对太平公主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实际上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幕后推手作用。张柬之等外朝大臣想要发动政变，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突破宫禁，如何掌握宫廷禁军。而太平公主凭借着她长久以来在宫廷内外编织的人际网络，为政变者提供了关键的情报和内应。她安抚了武家势力的情绪，确保了政变发生时武家子弟不会盲目反扑。他还协调了禁军将领的关系，使得政变部队能够顺利冲入迎仙宫。神龙政变成功后，82岁的武则天被迫退位，唐中宗李显第二次登基，大唐国号得以恢复。论功行赏时，太平公主因为在政变中的卓越贡献，被李显特封为镇国太平公主。请注意，镇国这两个字在唐朝的历史上，只有对国家有着挽狂澜于既倒的绝大功绩的皇室成员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封号。不仅如此，唐中宗还打破了唐朝公主10亿的封顶限制，赐予太平公主极高的10亿，允许她开府治官。此时的太平公主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正式成为了大唐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第5部分，中宗乱政下的权力平衡。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大唐并没有迎来人们期盼的清明政治。李显性格懦弱，在流放房州的岁月里，他与妻子韦皇后患难与共，因此重新登基后，他对韦皇后百依百顺，纵容韦皇后干预朝政。同时，李显最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也野心勃勃，甚至公开要求父亲立自己为皇太女，想要效仿祖母武则天做唐朝的第2个女皇。一时间，唐朝的朝廷变得乌烟瘴气。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大肆卖官鬻爵，只要交够了钱，哪怕是屠夫、商贾，也能穿上朝服，堂而皇之地步入朝堂，史称这些人为协风官。韦氏一党的势力迅速膨胀，他们不仅控制了朝政，还掌握了京城的禁军。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太平公主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她一方面在表面上与韦皇后、安乐公主保持着亲戚间的走动，甚至在很多场合下退让3分，不与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另一方面，她利用自己镇国公主的身份和庞大的财力，在朝野上下大肆招揽人才。当时许多对韦氏一党不满的正直官员、文人雅士纷纷投靠到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的府邸简直成了一个小朝廷。她拥有广袤的庄园、无数的珍宝，甚至能够左右朝廷的科举考试和官员任命。当时的大唐朝堂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掌握着明面上的最高权力和军事力量，而太平公主则掌握着强大的文官集团和深厚的政治人脉。2位女性在朝堂上暗中角力，谁都在等待着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机会。第6部分，唐隆政变权力的巅峰时刻。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突然暴毙。关于李显的死因，历史上众说纷纭，但最普遍的说法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害怕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暴露，合谋用毒饼毒死了李显。李显死后，韦皇后密不发丧，迅速调集自己的亲信，接管了京城的各个卫军，意图效仿武则天，废除幼主，自己登基称帝。大唐帝国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危机。千钧一发之际，太平公主果断出手了。她深知，如果让韦皇后得逞，自己这个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李家公主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她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盟友，她的侄子，当时还只是临淄王的李隆基。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的儿子，也就是太平公主的亲侄子。他英明果敢，暗中结交了众多万骑禁军将领，一直在等待机会一展宏图。姑侄2人一拍即合，在太平公主的财力和政治资源的全力支持下，李隆基策划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唐隆政变。公元710年6月的一个深夜，李隆基率领万骑禁军冲入皇宫。禁军将士们对韦氏一党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一路势如破竹。韦皇后在逃跑的途中被斩杀，正在对镜梳妆做着女皇美梦的安乐公主也被士兵砍下了头颅。
一夜之间，韦氏一党被彻底荡平。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太平公主亲自出面，凭借着她无与伦比的政治威望，起草了诏书，逼迫少帝李重茂退位，迎立自己的亲哥哥项王李旦登基，是为唐睿宗。可以说，唐睿宗能够当上皇帝，全凭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功劳。唐睿宗登基后，对这个力挽狂澜的妹妹充满了感激和依赖。从此，太平公主迎来了她人生权力的绝对巅峰。史书上记载，唐睿宗时期，朝廷上的大事小情，皇帝都要先问问太平公主的意见。睿宗每次上朝，必定会问宰相，这件事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如果宰相说没有，睿宗就会说，那你们先去公主府问问公主的意见，然后再来向我汇报。太平公主的权力在此时甚至超越了皇帝本身，成为了大唐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时朝廷的7位宰相中，有5位都是太平公主的心腹。她的封地被不断扩大，家中的财富堆积如山，甚至超过了国库的储蓄。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大臣的生死荣辱，她的一道手谕就如同皇帝的圣旨一般有效。此时的太平公主距离皇位真的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她就像当年的武则天一样，俯视着大唐的万里江山。但是她面前还有一个最后也是最强大的敌人，她的侄子太子李隆基。第7部分：先天之变，绝唱与毁灭。唐隆政变之后，由于李隆基首建大功，唐睿宗顺理成章地将他立为皇太子。大唐王朝出现了罕见的权力格局，懦弱的皇帝李旦高高在上，实际掌握朝政的是权倾天下的太平公主，而掌控着禁军、深受年轻将领拥护的则是太子李隆基。俗话说，天无2日，国无2君。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这2个同样极具政治手腕、同样野心勃勃的政治强人，注定无法共存。起初，太平公主并没有把李隆基放在眼里，在她看来，这只是一个年轻的侄子，他的力量不过是几千名禁军。太平公主试图利用自己对睿宗的影响力，不断地给李隆基制造麻烦，甚至多次向睿宗进言，要求废黜李隆基的太子之位。他四处散布谣言，说李隆基并非嫡长子，不符合礼法。他还在李隆基的身边安插内线，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而，李隆基绝非等闲之辈，他面对姑母的步步紧逼，采取了隐忍退让的策略。他深居简出，对太平公主表现出极大的恭敬，甚至在睿宗面前屡屡表达想要让出太子之位的想法，以此来麻痹太平公主，换取同情和时间。而在暗地里，李隆基则在加紧肃清禁军中的异己，将玄武门等关键位置的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公主发现李隆基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开始意识到，这个侄子将是她通往绝对权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于是，她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她指使宰相向睿宗施压，要求将兵权移交给他指定的将领。她甚至暗中在李隆基的饮食中下毒，企图毒死太子。公元712年，深感政治压力巨大，夹在妹妹和儿子之间左右为难的唐睿宗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做太上皇。李隆基登基，是为唐玄宗。睿宗的退位彻底打乱了太平公主的部署。虽然玄宗登基初期，由于太上皇依然掌握着3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太平公主依然拥有很大的势力，但随着名分的变化，皇权开始无可挽回地向李隆基倾斜。公元713年，也就是唐玄宗先天天宝2年，太平公主决定孤注一掷。她联络了朝中的宰相窦怀珍、岑熙等人，以及一部分禁军将领，准备在7月4日发动政变，废除唐玄宗。太平公主的计划非常周密，她甚至准备在玄宗服用的药里下毒。然而，在这场关系着大唐未来走向的终极对决中，李隆基展现出了远超他年龄的冷酷与决断。他没有等待太平公主发动攻击，而是决定先发制人。7月3日，李隆基带领着亲信将领郭元振、王毛仲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朝堂，将太平公主安插在朝廷中的核心党羽全部斩杀。
晋军在玄宗的亲自指挥下，迅速控制了长安城的各个城门。太平公主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大厦，在玄宗雷霆万钧的打击下，瞬间土崩瓦解。这就是大唐历史上的先天政变。当听到政变失败，党羽被诛杀的消息时，太平公主知道大势已去。她逃离了公主府，躲进了长安城外的一座佛寺之中。3天后，当确认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时，太平公主黯然走出佛寺。唐玄宗并没有对这位亲姑母网开一面，他下令将太平公主赐死于家中。太平公主的儿子们，除了薛绍的次子薛崇简因为平时极力劝阻母亲反对谋反而幸免于难外，其余全部被处死。太平公主积攒了半生的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整整花费了朝廷3年时间才清点完毕。尾声，历史的余音。随着太平公主3尺白绫悬梁自尽，大唐王朝最动荡、最血腥的皇权更迭画上了句号。随着她的死去，从武则天开始，历经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那个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甚至试图主宰帝国命运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后人在评价太平公主时，总是充满了复杂的感慨。她拥有着与母亲武则天一样卓绝的政治天赋，她深谋远虑，果断决绝。在平定2章之乱、诛杀韦后等历史关键节点上，她立下了不世之功，展现出了大唐皇室公主的非凡气魄。但是她终究没有成为第2个武则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武则天称帝的年代，李唐宗室凋零，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维持帝国的运转。而在太平公主的时代，经历了神龙政变和唐隆政变，大唐的人心已经思定，恢复正统的李唐皇权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女性称帝的政治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太平公主在政治手段上终究还是欠缺了武则天那种六亲不认、斩草除根的绝对冷酷。她在对付李隆基时依然抱有了一丝幻想，最终在权力搏杀的最后一刻败给了更加年轻、更加果决，同样也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唐玄宗。太平公主的一生是盛唐气象下最为华丽的悲剧。她生于权力之巅，在权力的血水中淬炼，最终又被权力的巨浪所吞噬。她的一生证明了，在封建皇权体制下，权力是一头无法被驯服的野兽。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当你试图驾驭最高权力的时候，权力最终也将你引向毁灭。太平公主死后，唐玄宗李隆基正式掌握了帝国的全部权力，大唐王朝在他的带领下，即将迎来那个万邦来朝、光耀千古的开元盛世。而那位曾差一点改写历史的太平公主，则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卷宗里，化作了一道凄美而警醒的叹息。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